我们钟家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商人，为了钱财权势，可以牺牲一切。孟先生在里面等你。尤其是不值一提的爱情。请坐。钟小姐，看看，还需要再加点什么？是什么不重要，京北钟家和湘江孟家的联姻势必会引起所有人的关注，所以有些事我想在订婚之前就说清楚。第一，我要一场风光盛大的婚礼，理应如此。第二，婚后我们在人前是体面的夫妻关系，至于私下互不干涉。互不干涉是指？只要你的女伴不闹到我面前，也不搞出私生子，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干涉。第三，每年我要有至少4个月的时间留在京北，以保证我名下 ZM 公司的发展。所以我希望每个月你有2天的时间能来一趟京北，以此来堵住外界的嘴。孟先生，你觉得呢？我不会干涉我妻子的事业。和我结婚之后，你是自由的。既然孟先生没有意见，我会让律师把这些都落在我的婚前协议里。我是商人，白纸黑字才最有说服力，希望孟先生可以理解。理解。不过钟小姐刚才说的前2个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，唯独第3条婚外情不可以。请。孟家家风严谨，不论是身体还是伦理，我都会忠诚于我的妻子，所以我希望我的妻子也能做到。孟先生现在说这话，是不是有点太早？钟小姐是在怀疑我，还是别有想法？你这话我不明白。据我了解，钟小姐刚在1个月之前痛失所爱。所以孟先生是怀疑我在婚后会找前任当情人。不错，1个月前我和裴明之的分手，和孟先生在湘江的花边新闻一样，人尽皆知。钟小姐看起来对他余情未了。我以为孟先生心胸宽广，不会在意联姻对象婚前的感情生活。我确实不在意，只不过3个人的床太拥挤，我有洁癖，无法接受3人行。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孟先生请放心，我们钟家世代是商人，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放弃一切，包括我自己。裴明之，我不想放手。在你选择裴明之的那一刻起，这所有的一切都要拱手让给那对私生子。可是你说过，
你会永远风光的。我不喜欢强迫别人。这桩婚事，我给钟小姐3天的时间考虑。我说过，我要永远风光。你間夢嘅約你好唔易啊！你啲坑渠咗啦咩？这明明很好闻嘛，真没品。不说这个了，哎，你这次相亲对象是谁啊？这么多年了，这还是你第一次愿意见的啊？钟明珠。钟明珠？你怎么想的？钟明珠那件事闹的是沸沸扬扬，你不介意？跟钟家联姻，既可以扩充孟家的产业版图，对钟家也有好处。这是双赢的商业联姻吧？为什么要拒绝？也是，在你心里，这联姻的妻子和家里摆着彰显身份的东西也没多大区别。话说，钟明珠也愿意啊？他没理由拒绝。你不是还没定吗？我不是非他不可，而且我不会喜欢那种好坏不分的蠢货。那是明总，他都1个多月没出现过这种公开场合了吧？再不出现，钟家没准就要被那对私生姐弟抢走了吧？姐姐，你最近一直不愿意露面，我和爸爸很担心你呢。姐姐，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你真应该好好休息的。集团的事有我和弟弟帮忙，这些年你忙来忙去，也是时候该放放了。我倒是想放，就怕你接不住。钟大小姐何必咄咄逼人？圈子里人谁不知道，星星和傅家订婚那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放眼清北，还有比傅家更有实力的人吗？妈妈，你别这么说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只要星星正式加入了傅家，钟明珠，你这个继承人的位置也就坐不久了。连自己的绯闻都处理不好，还要处理公司事务，我看呐，你就趁早退位吧。妹妹，你也是这么觉得吗？姐姐将钟家的一切独占了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分一些给弟弟妹妹了。妹妹如果吃得下，随时来拿，我欢迎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星星，他怕。意料之中，毕竟今晚过后，钟明珠将会永远低我一头。钟小姐今晚很漂亮吗？带上她。曾经我在媒体面前说过，这枚领带夹会戴在我未来丈夫的身上。那应该会有无数人揣测过她的归属。今天晚上外面10几家媒体，钟小姐，你真的知道这个举动的含义吗？当然，一旦你带上它出现，就表明我们的联姻该提上日程了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同盟了。合作愉快。人们都说，跟孟静白结婚，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风光的女人。
而我要的就是风光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，那就是我的二女儿嘉兴即将和傅家的大少爷订婚。只要过了今晚，中傅两家订婚的消息将会铺天盖地的传播开，到那时候，所有人都要高看我一眼。看那！钟大小姐身边的男人好像有点眼熟，看他那气质就不简单。我不记得在京北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啊。京北的豪门我再熟悉不过了。钟明珠，没想到你现在已经堕落到只能和一个普通男人在一起了。不好意思，妹妹，我让你的希望落空。是香江城的孟家太子爷。孟静婉，快看，孟少胸口上戴的东西，我听钟大小姐说过，那是她未婚夫才能戴的东西。儿子和 Rhythm， 难道说孟家要和钟家联姻了？孟家的实力可高出傅家不止一个档次啊！爸爸，明珠啊，你怎么穿得这么单薄啊？生病了，爸爸可是会担心的呀。爸爸，你也太夸张了。这是孟静白，你之前见过的。伯父好。没事啊，带静白来家里坐坐。看起来伯父好像不是很高兴啊。他不想让我嫁给你。原来我这么讨人嫌啊。不是你的问题。他希望能嫁给你的是他。是他。看来我让老丈人失望了。老丈人看女婿总是不顺眼的。钟董果然很疼你。当然，这是整个京北公认的。他比我想的更有韧性。钟小姐过河拆桥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？这里没有别人。老板，中港公关部紧急收到与你有关的新闻稿件，是否需要拦截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别管。听到了吗？是，明白了。今晚电话挺多，看起来还挺忙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明天我公司会推出新品，可以省点广告费了。利用我们联姻的消息，一石三鸟，既压下了之前的新闻，又给了你的死对头一个措手不及，还能给公司造势。钟小姐真是把我利用得一干二净。生气了？我很高兴。爸爸，听说你找我。你要和孟家联姻？是的。爸爸希望你能和小裴修成正果，只要你想，爸爸就替你解决。然后让我把手里的一切拱手让给你的私生子吗？爸爸，我想得很清楚，孟家势力深不可测，产业遍布全球，与其让他变成敌人，不如让他成为盟友。于钟家，
百利而无一害。只要你想清楚了就好。小梦什么时候过来？她回湘江了，剩下的事情母亲会帮我出面。你不该跟你母亲一起瞒着我。我们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爸爸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嘉兴进入远盛总部的事，暂时就不要继续推进了。是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这么轻易找到孟静白这样的男人？毕竟她是钟明珠，又漂亮又有手腕，谁不喜欢？小盛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妈，我进公司的事情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不会的，只要你牢牢抓住思航，有你爸爸在，他不敢动你的。是我。我知道。你心情不好？有什么事？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。3天之后我要去京北，我母亲让我来问问你，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湘江特产，到时候给你带过去。都行。佢話都得。都得？係啊。咁咪好啦。手信啫嘛，鐘明珠想要大把嘢雙手奉上俾佢。你做人老公咁就唔知崇頂聲嘛。我聽人講明珠嘅情人又溫柔又選心。唉，我同你講，明珠係我親自講嘅心豪，千祈唔好令我失望。仲有，如果你唔勤力，一實比唔過佢情人噶啦。我連佢前人都比唔上，我應該叫人查下，28年前我係未俾人報錯咗。我以为你会跟我爸多聊一会儿。老丈人不喜欢我，我也没有故意讨嫌的爱好，婚期他们定就好了。你这院子看风景倒是挺好的。京北秋季的银杏是最美的，小时候我称赞了一句，我爸就把银杏栽到了这院子里。看得出他很爱你。我从不质疑他的爱，只是他的爱瞬息万变。怎么了？订婚戒指，我见过他。这是限量发售的新品对戒，在发布的前一晚，被神秘买家买下了整个产业链，从此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孤品。所以，那个神秘买家是你。我猜，你应该不喜欢跟别人一样的东西。你猜对了。我看人从不出错。你干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你好像很排斥我。我只是还不适应。那辛苦你以后，慢慢的适应。猪猪，我并没有打算开启一段柏拉图式的婚姻，我们甚至还会拥抱，会亲吻，普通夫妻之间会做的事情，我们也会做，而且会做很多很多次。为什么这么紧张？我没有。
我是一个有正常需求的男人，并没有和我的妻子有行婚的打算。既然孟总有需求，那就把体检报告给我。毕竟孟总花名在外，我也担心。你嫌我脏？我没这么说。港式媒体的报道大多都是捕风捉影，我没那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。我不在意，商业联姻而已。孟总，我就先不陪你，您自便。这手链倒是随了主人，浑身是刺，商业联姻而已。体检报告，年龄28，身高189，体重80，有病。明珠，有空吗？有事儿吗，徐女士？或者我应该叫你二夫人？或者我应该叫你二夫人？大小姐工作忙，今天啊，难得有机会见到你。二夫人过来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，我希望能和你好好相处。我们能见面的机会应该不多，毕竟当年的事并不光彩。我辛辛苦苦抚养他们长大，我知道我该死，可是他们是钟家的亲骨肉，你们不能不管他们呀。爸爸，爸爸。别这么说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这2个孩子，钟家不会亏待他们的。看，钟明珠，姐姐，大小姐，对于你生日宴上这天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，你会接受他们吗？我当然会接受了。现在终于有人陪我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希望能多几个弟弟妹妹。8年前，我和我母亲给了你和钟家体面，没想到换来的是你们得寸进尺。二夫人，为了体面，还是少见面比较好。我当然是愿意的，只是这钟家呢，一直都是你爸爸说了算，你我之间，谁说了都不算。说不定过几天呀，我们还得再聚聚。拭目以待。今晚我 ZM 公司的发布会在湘江举办，你有空参加吗？忙。今晚本来是个不错的营销计划，可惜了。过几天呀，我们还得再聚聚呢。明珠，原来在这儿等我的。爸爸，徐女士，今天怎么有雅兴来这里？我是跟你爸爸一起来给你祝贺的。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喂，
我给你发的消息你看见没有？没看见，我很忙。就是想告诉你，你未来老婆被人欺负了。欺负钟明珠？你喝多了？你老丈人今晚带着他的二夫人一起来到你老婆的主场炸场，这钟家的事儿你也知道。哎，你今晚是不是也在湘江呢？不来给你未婚妻撑个场？我很忙。催得嚟咯。欺负钟明珠？怎么可能有人傻到这种程度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里面有人。黑明之，黑明之，明之，选我，不要选我的未来。你的未来值得更多、更有价值的东西，而不是和我这个管家的儿子在一起。你有价值，你有。我所有的价值都是因为你的喜欢，没有你的喜欢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要去国外发展了，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，你是想起谁了？你不是他。长得也很像，穿搭也很像，难怪我会认错。谁派你来的？这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只要姐姐你愿意，今晚我就是你的。你胆子很大啊！姐姐，只要你开心，我做什么也都是值得的。可惜了，你不是他。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留下来吧。我似乎来的不是时候，是我打扰你们了。你知道的，她是我的妻子。你知道的，她是我的妻子。姐姐，你走吧。不留下的。你不是说你还在忙吗？怎么过来了？钟小姐是在怪我打搅了你们的好事。我以为你会理解这种事情。理解，毕竟现在想走捷径的人很多，有的人是出于野心，有的人会把自己包装成礼物。哪个不长眼睛的人送的？除了我的敌人，也没有别的了。他长得很像某个人呢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没来的话，珠珠，你们是不是就水到渠成了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毕竟他们两个很像，不是吗？有时候有一个替身，也不失为一种慰藉。我说过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可你的眼睛好像不认同你刚才说的话。我需要时间。多久？人非草木，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也不是一时就能放下。但我承诺过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未来也不会再有交集。我说到做到。我可以给你时间，但是你必须向我证明，你的承诺是真的。怎么证明？我们会结婚，早晚会有这一天的，不是吗？
所以，现在你信了吧？看你后续表现。你当时不是说你没有空吗？确实是没时间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了这个，落我那儿。所以孟总亲自跑一趟，就为了送这个手链？嗯。中港掌舵人亲自跑腿送物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别人怕不是会觉得孟总行事异于常情？为了夫人专程跑一趟，谁敢智慧？陪我在活动上露个面。既然岳父打算给我的夫人对手造势，那我也该做点让岳父不快的事了。爸爸，伯父好。哦，这位是徐女士，你还没见过对吧？早些年确实略有耳闻。徐女士，听明珠说你今天晚上事务繁忙啊。确实有事缠身，但是想到要是把明珠一个人放在这儿，万一有些不长眼的人打扰她，惹她不高兴，倒不如过来陪她一起，是吧，伯父？是吧，伯父？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钟大小姐，孟先生，场地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现在可以接受采访了吗？爸爸，我们去接受采访了。好。老公啊，孟静白都来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今天带着你来，是想借着记者和媒体稳住傅家，可现在只能想别的办法了。我看傅家已经想退婚了，那我能不知道吗？不是说好只是露个面吗？帮帮我，就几个问题。你这是得寸进尺。这一次就够，条件随便开。好。恭喜二位喜结连理，请问方便透露婚期吗？我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。当然了，明珠的意愿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打算4个月后，这么快？两家都希望在今年结婚，现在已经是6月了，不算快。我还以为你结婚对象会跟你一样是个工作狂呢。我之前也这么认为，不过联姻对象就跟生意伙伴一样，我选择的是一个家族，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人。你就不后悔？有什么好后悔的？明天我要去一趟湘江，为了和孟家合作。ZM 和中港联名的珠宝，只要能顺利推进和孟家的合作，钟文华就再也没有理由扶持钟嘉欣和钟盛进入远盛。要是钟文华还是执迷不悟呢？他给那2个私生子1分，我便会讨回10分。飞机还有多久能起飞？不好意思啊，钟小姐，因为天气的原因，我们这边暂时。尽快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湘江，我的地盘。而且，钟大小姐的私人飞机也太显眼了。所以，你是特意来接我的？这2天刮台风，很多航班都取消或者延误了。我猜你会被困在这里。你应该提前告诉我的。
去我那儿。我们是未婚夫妻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一个单身男性的私人住宅里，居然有女士拖鞋。先说好，我不用二手的。我还没有色令智昏到带我的未婚妻到金屋藏娇的房子里的程度。我再说一遍，网媒的报道大多数是在捕风捉影。我没有女人，而且我很挑剔，不是谁都可以。而且我很挑剔，不是谁都可以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我有洁癖，男人还是越干净越好。那钟小姐要亲自检查一下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去洗澡，就当是自己家。钟小姐自便。莫名其妙。裴律师，当年你的感情生活可谓是万分精彩。问一个冒昧的问题，钟小姐分手不过2个月就宣布订婚了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是挺冒昧的，不过我祝钟小姐无论做什么都万事顺意。一个普通如尘埃的男人，就因为那10几年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你就要独独青睐他吗？还没忘掉他？最后一次。别看他，看我。我说过我会给你时间，但不代表我会一直纵容你。这是惩罚。现在还想他吗？没有。你的眼睛在说谎。明天我打算回酒店住。怕了？没有。钟明珠，既然你叫明珠的话，就不应该暗头。早点睡。明天。你都来了湘江，要是还出去住酒店的话，给媒体看到，还不知道能写出什么样的新闻。明珠，你说是吧？他们不敢。毕竟我的花边新闻可是到处乱飞着的。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，明天不用准备我的早餐。好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媒体过2天报道的都是我们感情有裂缝的新闻，影响我们2家的合作。知道。知道就好。早知道就不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。黑明志，如你所愿，
我做什么都会顺利的。奇怪，我心虚什么？进。明珠，你还记得你之前答应我的条件随我开吗？就这一次，条件你随便开。记得，我说话算话。现在到了该兑现的时候了。现在到了该兑现的时候了。明天换上这个，陪我一起去参加一个晚宴。商业的？没有媒体。华天科技林总的气势大受。这我倒是听说过，曾经被媒体称作湘江双王，不过他儿子接手之后，就很少再听到了。在所难免，毕竟我这个年纪，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不多了。早点睡吧，明天我来接你。我在期待什么？这边请。好，好，好！一眨眼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呐。这些年你一直单身，没想到说定下就定下了。遇到对的人，就定下了。看到你这样，我也放心了。你们今晚玩得开心。孟总，你还挺会演啊。你也不赖。接下来我还有事，就不陪孟总了。待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。今晚什么安排？中华那个老东西叫上了几个股东吃饭，把钟盛也叫去了。钟盛，我原本以为他只是觉得我羽翼太过，所以故意把钟嘉欣和钟盛扶起来。我原本也以为，可是现在他为什么那么着急？这位女士，一个人啊？我还有事，待会儿说。有事？要不要跟哥哥去玩玩？要不要跟哥哥去玩玩？张少，这个女人看着不像是我们这里的，你可别乱来。我张伦想要一个女人，什么时候怕过？只要是我想要的，都给我乖乖奉上来。哎，张少可是张首长的孙子，不会有事。指不定这美人也想攀高枝呢。怎么样，美人，要不要跟我玩玩？保你下半辈子不愁吃喝。可以啊，不过得叫上我未婚夫一起。未婚夫？哪个不要命的跟老子抢女人？我未婚夫生起气来很可怕的。哎呦，这多可怕呀！我劝你啊，别管你那没用的未婚夫了，在整个湘江，我张衡还没把谁放在眼里过。我爷爷说一，谁敢说二？是吗？我都唔知我係香港咁唔中用。孟静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劝你少掺和。吃亏了。暂时没有。都让我的未婚妻离开我了，还说跟我没有关系。张少是打算撬我墙角？不撬也行，你大度点，都是兄弟，咱分享分享。看来张少是喝醉了呀，怎么都没人扶着他？孟静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爷爷可是张首长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张少不是喜欢喝酒吗？当然一次性请张少喝个够。孟静雯，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。孟静雯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恭候。你别不识抬举，我告诉你，
这副香枪毁他！知道这是谁的主场？不就是什么林总？就算是以前的香枪双王来了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张少，双王之一虽然没落了，可是另一个他就在您的眼前啊！另一个算，那也不能不给我爷爷面子。聒噪。孟金牌，我要你好看。这样好吗？你是在担心我？我只是怕张老爷子秋后算账，算到我头上。放心，牵连不到你身上。那就好。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反击，这可不像你啊。如果你来晚一点，我手里那杯酒就会到张恒的身上。不过，我确实应该小心点儿。我在这里毫无根基，做事当然要有分寸。你怎么会毫无根基？你背后不是还有我吗？你是我未来的妻子，你做什么，我都会给你兜底的。这里没有别人。你觉得我是在说场面话？我们之间哪有这种让你为我兜底的情谊？如果我说有呢？孟总，别开玩笑了。明珠，在这种事情上，我从来不开玩笑。你值得最好的，需要我证明吗？张恒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刚才不是说要我好看吗？那我就只能如他所愿了。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想必张老已经知道了。可惜啊，我未婚妻生性胆小，这是她第一回见到这样的事情。她昨天晚上啊，都一直在做噩梦。竟然比我想象的还不要脸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张老，您别误会，这次我过来呢，就是想看看张家到底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。毕竟呢，我的未婚妻到现在还没有脱离昨天晚上的阴影。我真是太害怕了。昨天晚上要是静白没来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昨晚张少还说连孟家都不放在眼里，我真怕连静白也遭遇不测。这事儿是我们张家不对，我一定会给孟总和准夫人一个交代。孟总还有别的事吗？张老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吗？请吧。把张恒给我叫进来。爷爷，你可要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姓孟的，他们昨天把我欺负的可惨了。跪下！啊！我让你跪下！我不，爷爷，我在他们面前跪下，那我以后还有什么面子？来人！爷爷，我跪还不行啊！爷爷，你不能听信他们的话。管家！孟金牌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我应该一直都还挺好看的。你竟然比我想象的还不要脸，这都闭不上你的嘴！真是太可怜了。张老，这晚辈呢，还是得好好管教一下才行，是吧？是。不过，我的未婚妻身体多有不适，实在见不了这样暴力的场面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打扰张老您教育孙儿。告辞。孟总，有空常来坐坐。这次多有打扰了，见谅。就是你这辈子，你倒是张家的。怎么样？现在开心了吧？开心多了。那像我这次表现这么好，有没有奖励啊？有没有奖励啊？当然有。我决定收回对你的那个要求。
收回？和你出席宴会，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不过我明天就要去苏楚。这2天我也要忙公司上的事情。至于下一次的要求，你想好了跟我说。那我提完要求之后，还能反悔吗？你想得美。陈老自从丈夫去世之后，已经有近8年没有出山过了。你找谁？啊，你好，我是 ZM 珠宝的 CEO 钟明珠，我是来拜访陈叔老师的。那您先稍等一下，我先进去跟老太太说一声。如果陈老不肯答应，这次的秀场只能让设计部出新品。作为压轴来说，还是不够出彩。老太太说了，您的来意她清楚了，但是她暂时没有创作的想法，所以没必要见面。您请回吧。我就跟陈老说几句话，不会耽误他太多时间。能麻烦您请回吧。妈妈，张家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他们在湘江的背景不简单，适可而止，不要把人得罪得太厉害了，到时候……妈妈，你不关心我有没有受伤吗？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？明珠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你爸爸，拓展我们的势力，不能到处树敌。我以为你知道。我知道，我只是问问。我不担心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。你从小到大就不会让自己吃亏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是静白处理的，我没出手。那就好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。尽快。我要用一下你的浴室。你不在，家里的物件都得欺负。你这是？我房间的花洒坏了，所以用了一下你的浴室。抱歉，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进了你的房间。但我给你发了消息，你没有回。不用说抱歉，这里没有任何你不可以进的地方。我问的是，为什么不穿鞋？陈老那边答应了吗？没有，意料之中。你不是说明天才能回来吗？苏城的工作提前结束了。我还以为我们下一次见面要隔一段时间。你明天就回吗？什么时候的飞机？明天一早。那还好，我今晚回来了。看起来苏城的工作不太棘手。说实话，挺棘手的。我能够提前回来，一是因为我能力够强，二是因为我想你了。明珠，
之前在张老那说的话，还算数吗？你想要什么？这个给你。这是前几天富士拍卖行卖出3.9亿天价的白钻。这么了解，那看来当时参加拍卖的人里面，一定有你。我本来是打算拍下来收藏的，但是它的故事价值远高于它本身。作为商人来说，它不值得。当然，这颗钻石的原身是某位皇室王子为自己准备的金婚礼物，所以它也被叫做永恒的爱。没想到你也对这种故事感兴趣。我想要你来设计婚戒。你想要什么款式？按照你的心意来就好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个事情我从来不开玩笑，明珠，我是真的想你。好久没做了，也不知道味道变没变，试试看。味道很好。那就好。最近和庆牌怎么样？还行。最近集团内部风雨欲来，你原本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晋北这么久的。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还好，正是因为你去了湘江，我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您和晋白要好好相处，别再去想裴明之了。你们俩的这桩婚事不能出一点问题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你爸爸把钟盛带在身边，带他进出这么多重要场合，你应该能明白他的想法。我明白。我吃饱了。你都没吃多少。最近有点累，没什么胃口。这孩子。明总，会客厅有人找你。好，一会儿我就过去。钟小姐，我是陈叔。陈老师。突然叨扰，见谅。贵公司的合作邀请，我答应了。不过，我愿意接受贵公司的合作邀请，不过是为了还一个人情。毕竟我这么多年的规矩，大家都知道。是，陈老师愿意出山，我们也是万分惊喜。你的未婚夫很不错。我的未婚夫？3年前，我的女儿在机场突发急性心脏病。情况紧急，是孟晋白让出了他的私人飞机，我们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医院，救回了一条命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人情，总算让我找到机会还了。钟小姐，希望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听说你请陈叔出山了。是晋白的手笔。不管怎么说，结果是好的。你打算怎么谢他？他说了，他想要的东西，下次他见面亲自来拿。你做得很棒。最近，钟嘉欣带着那个傅思豪到处出席聚会。今天的慈善宴会，你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，把他们的风头都压下去，知道吗？妈妈，我知道。果然，他的关系永远裹着利益的外衣。钟大小姐，你今天一个人？
孟总没来陪你？是啊，最近钟二小姐带着未婚夫到处参加活动，和明珠小姐对比起来，不知道的以为你们在闹退婚呢。他们说的对，你不是有未婚夫了吗？怎么还一个人来参加活动啊？他不忙的时候自然会来陪我，不过整个集团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自然是没办法像其他人这么清闲。瞧瞧，钟大小姐不就是在说孟总已经是一个集团的掌舵者了吗？哟，那可不是，在场的所有人谁比得上钟大小姐的未婚夫呢？你就不怕他未婚夫来找你？张恒张少爷的事可是闹得沸沸扬扬，万一他来找你怎么办？那我不得好好打扮一番？我看钟小姐也不过如此呢。你好像搞错了，我先是钟家的大小姐，远胜的顺位继承人，再是孟静白的未婚妻。我先是钟家的大小姐，远胜的顺位继承人，再是孟静白的未婚妻。你怎么那么没教养？我的教养不是用来浪费的。你没吃亏吧？没有。哼，孟总还不如多担心自己。刚才钟明珠可亲口说了，您配不上他。珠珠，你刚才真这么说？孟总，你看他，我们可不……我配不配得上他，他说了算。再说了，本来就是我高攀。我们换个地方说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。你来京北参加慈山宴会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是你没给我机会说。什么时候？上次打电话那次，我刚想说，你就挂了。就是你问我陈叔的事情，想要什么回报？那你也可以发消息给我。我以为你不关心我的行程。可我的未婚夫来了京北，我却毫不知情。虽然我们是表面夫妻，但做得太敷衍，总难免被人说三道四。你知道就好。之后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希望你可以提前通知我一下。珠珠，我不演独角戏。什么意思？既然要互相报备行程，你要我共享我的行程，那你也要共享你的。我当然有共享的。是吗？上回在湘江，要不是湘江是我的地盘，我连某人什么时候落地也不知道。珠珠，夫妻之间应该相互，你说对吗？我知道了。听不见。我知道了。听不见。我说，我知道了。我刚落地，到现在连口东西还没吃呢。那你就去吃啊。可京北我不熟啊。珠珠，我们俩这样的关系，你作为东道主，不该请我吃一顿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……我不挑食，你随便安排就好。我们上一次还是在聊联姻。时间过得真快，离婚期已经不足3个月了。我竟然有这么久都没再想起过裴明之了。这2天什么时候有空？
是林女士，她让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？她托人带了婚纱的样片，还有敬酒服，让你来选一下。明天晚上吧，今晚我还要回远盛。远盛没了你是不是转不动啊？什么？我说，不知道的以为你的黑眼圈是设计的烟熏妆呢。抱歉。听我爸说你来京北了？对啊，刚好港口有项目，过来看一看。你爸不是有私心来京北找老婆的吧？还有顶啊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，你认真的？你不会真喜欢上周明珠了吧？这有关系吗？是啊，周明珠确实够漂亮，也够带劲儿。可到我们这层级，这美貌最不值一提啊！你等一下。你忙，我先回远盛了，有事打电话。而且这周明珠心里有人，10几年的感情还是初恋，你知道周明珠多么高傲一个人？这个小律师还是当初他主动追求的，商业联姻，他的身份只能是你的婚姻合伙人啊！陆少，你拜鸭子为师傅了是吧？啊，你是说我嘴巴跟鸭子一样聒噪是吧？啊，我跟你说。这次梅花香自苦寒来主题系列的红钻作品已经都给您看过了，有合您心意的吗？还有别的吗？明白了，我还会再去找。这些天光是设计稿就改了数十遍，你不觉得我事儿多？不会，陈老对作品认真负责是 ZM 的信誓，请您一定要保持这份严苛，我们会竭尽所能配合你。年纪轻轻倒是个沉得住气的。孟静白刚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你的主意。陈老，您这儿还欠我一个人情。是钟明珠让你来找我的吧？哼，我拒绝他那么多次，不知难而退就算了，居然还让你来携恩图报。行了，我知道。您误会了，我来找您这件事，明珠她并不知情。既然这样，我会帮你瞒着他。为什么要瞒着他？做好事不留名的是雷锋，可不是我孟静白。还真是他会说的话。陈老好，忙完了？还没。行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送送你。不用送了，等你找到红钻再联系我。我把试衣的时间提前了1天，你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。明珠，我说过会给你一段体面的婚姻，但我也需要你帮我在人前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。那去我家。这是我的私人住所，你直接进来就行，不用换鞋。你那个律师前男友没来过？你提他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对了，工作室的人什么时候过来？待会儿就来了。你减肥啊？长胖了，穿礼服不好看。如果礼服要特定身材的人穿着才好看的话，那我看这个工作室的前途也就到此为止。钟小姐，除了今天带来的成品礼服，这里面还有3D 的设计图纸，您过目。你而家喺邊度啊？我和猪猪在一块儿。猪猪，伯母，
哎，猪猪，你放心选啊，不喜欢就换人设计。好。樣樣都有飲好啲，知道未？知道了。哇塞！哇塞，好看！小姐，这套真的太适合你了。不信你问问孟先生。好看。我感觉腰身大了一点，结构帮我重新调一下。好的。林女士说，每一套都需要拍照留念，拍一下。好。笑什么？不是了。不是了。那真是太遗憾了。就我刚刚挑的那些，加上设计图，一共15套，对吧？是的，我这就登记上。等一下。怎么？觉得我选的太多了？也是，这么多都搁在婚礼上，每个小时不重样的穿。但是我都喜欢，都想留下。虽然这些礼服价格100万起步，但应该不会让你变穷吧？怎么会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都喜欢的话，就都留下吧。反正这些衣服放到其他场合也可以穿，我又不缺钱，不需要你给我整。我答应过，要给你一场最风光的婚礼。你这是在跟我炫富？我怎么敢？只是最近挣的有点多，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花，所以需要你帮我花。你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尽量磨合。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会亲自来找你讨回报？什么？这就是我要的报酬。这就是我要的报酬。可以了。外面好像下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后天下午要出海，港口的风景不错，回程刚好可以看见晚霞，要不要一起？我有约了。和谁？一个老朋友。今天钟明珠没来？怎么可能？在京北，谁不知道他和秦萧的塑料友谊啊？今天这种场合，钟明珠怎么可能不来？也是，秦家三小姐秦萧最喜欢的就是和钟明珠比较。明珠，好久不见。钟明珠这身行头跟我比起来也就一般。我在国外就听说你要联姻了，你未婚夫怎么样？当然很好。你没看新闻吗？秦三小姐在国外可能不太清楚，孟家下聘那天从机场到钟家的路
都得专门请人雇人来开路呢。据说2栋远商大楼都能买下呢。那岂不是比秦三小姐的还多？听说孟总经验丰富，现在看来确实会疼人。不过孟总在外红颜知己那么多，明珠你……谣言而已。钟小姐与未婚夫的感情果然跟传闻中的一样好，就是不知道钟小姐是否还记得自己的那个前男友。你在说什么？让他说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让我刮目相看的话。钟小姐，分手不过短短4个月，对你未婚夫的感情这般深厚，真是替你的前男友感到不值啊。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跟我说话？裴明之是我师兄，在国外我与师兄朝夕相对，一起处理案子的时候，我见过你。张璇，许久不见，我都快忘了还有你这号人。不过张小姐，人总是要向前看，我跟他的事也轮不到你来过问。不敢让人过问了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才不敢让人问呢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往前走，没人拦你。但钟小姐，为了给未婚夫表忠心，处处打压前男友，你晚上真的睡得着觉吗？打压？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。故意找人处处针对裴师兄，他现在当不了律师了，这不是你最满意的结果吗？现在在这里跟我装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与你有段感情，至于恨他恨到这种地步，你说的这些事与我无关，对付他我也不需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真没想到你们冷漠成这个样子，我真为裴师兄感到不值。刚才我们说到哪儿？喂，老板10分钟，我要知道裴明之这4个月在国外发生了什么。视频中与裴先生握手的是原告律师。在半个月前，裴先生替委托人，也就是被告，争取到同类型案件最轻刑罚。案件结束后的一段时间，遭到被告在网上控诉，控诉内容我发给您。现在网络上的评价很不好，而且裴先生确实在案件结束后成为了律所的高级合伙人。裴先生已经被带走调查了。这不可能，裴明之要是愿意走偏门，当初就不会和我分手。你找人处处针对裴师兄，他现在当不了律师了，这不是你最满意的结果吗？这件事跟我母亲或者孟静白有没有什么关系？您的母亲叶董没有参与其中，但是说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孟总，可舆论上确实有中港内部的推波助澜。我知道了。分明已经承诺过，也证明过，我和裴明之已经断掉了一切，为什么还要下此毒手？我在外面等你。离到家还有一会儿，先垫垫肚子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指什么？裴明之的事。这是我助理查的，我想知道里面有没有你的手笔。你是认真的问我，还是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？我查到的资料表明，这次的舆论有中港集团推波助澜。我问一句，自认为不过分吧？既然钟小姐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又何必再问？你那个小律师被扒出很多黑料，自身不正也难免。他不是这种人。他不是？那我是。如果我说是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做？
我说过，我跟他已经结束了，你又何必要为难他？这段感情本来就是我强求来的，如果还因为我让他失去了他自己热爱的事业，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赶尽杀绝？如果我说是，然后呢？你想做什么？给他出气吗？我告诉你，碾死那个小律师对我来说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的。那我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他？求人也要有个求人的态度。钟小姐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就能给什么吗？只要我能做到。钟小姐还真是大方啊，之前还跟我讨价还价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可以为了那个小律师退让到这种程度。你对你前男友的感情真是深厚到让我刮目相看。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与你无关。何必把自己说的那么的深情？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爱他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怎么会答应跟我联姻呢？钟小姐，你也没有漂亮到让人一见倾心非你不可的地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退婚。钟明珠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跟我退婚，去跟那个小律师过去吗？他能够给你什么？不过是一个靠女人上位的窝囊废。钟小姐的审美未免也太……钟小姐的审美未免也太……中港集团，国内外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，我不可能干涉到所有的地方，不论你信不信。老板，把他送回去。是。把这半年裴明之发生的事情，所有的来龙去脉、方方面面，都给我查清楚。我就说，明珠怎么会没来由的指责我？原来都是因为你。三哥，我昨晚通宵了，让我再睡会儿。裴明之的事情，你干的？三哥，你也不用特地来见我，我就是不平，替你教训一下那个小律师。我让你的好朋友马克哥把那个小律师劝退了，早看他不爽了。要是再勾引你未婚妻，孟志浩，你在国外学的就是这些旁门左道？也不算。即刻收手，再有下次，我不介意亲自教你做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退婚。孟总，这有份文件，先放那吧，一会儿处理。这个比较着急，是一份解除合约的文件。裴明之的事，你帮我处理一下，别被发现。老板，事情都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你什么时候效率这么高了？不是我，是那个当事人撤诉了，并且在网络上发布了道歉声明。国际律师协会和司法当局都出来证实了裴先生的清白。中港集团，国内外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，我不可能干涉到所有的地方，不论你信不信。难道是孟静白？老板，啊，还要出手吗？既然已经解决了，就没有插手的必要了。要是被发现，又难免给他带去麻烦。我和他还是不要有交集吧。明白。等等，孟静白他……孟总已经搭乘昨天的航班回湘江了。
是我太冲动了，联姻而已。他可能都没把裴明之放在眼里。算了，他要退婚就退婚吧，反正我也不是非他不可。合约收到了，关于退婚一事，我不同意。最近和庆白怎么样？也就那样。钟嘉欣最近和傅家那位出双入对，董事会那些老东西惯会见风使舵，你们也要在一起多走动。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婚后早点生个孩子，这样才稳，知道吗？我工作也做得不错，再过几年，我也未必不能拼出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说这些像什么话？你是不是和静白吵架了？没有。你的丈夫就算不是孟家的人，也不会是他。裴明之婚后可以当个情人养着，但绝不可能是你的丈夫。我没这么想过。近排你粉禮有啲多喎，得閒都唔知去提下明珠，培養下感情啊！有咩好見啊？佢有冇被俾人賭入咁唔關？對比到有我由香港飛2千多公里，到堅北培養感情。你係咩話啊？为了别的男人冤枉我，扇我巴掌就算了，竟然这半个月连一条消息都没有。乜嘢？明珠唔想影婚紗做咗？唔想人？我明日回堅北。老板，之前婚戒的设计图和厂家核对了工艺，那边说没问题。现在差孟总的指纹。知道了，晚点发你。那是孟总。待会儿什么安排？下午约见了陈老，另外钟盛和钟嘉兴在办公室等您。他们来干什么？现在过去吗？让他们等着。孟总，怎么不跟我打招呼？我忙完了叫我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回家。哎，姐，好久不见啊！我都还没来得及恭喜你要结婚的事情，祝你和姐夫百年好合。今天怎么想起过来找我了？姐，你给我点钱买车呗，我看中好久了，就是还差点儿。差多少？不多，就500万。之前管妈要了3000万投资，结果全亏了。现在她说什么都不肯给我，只有好姐姐你能给我了。从我账户里打过去。谢谢姐。你不是有东西要给姐吗？拿出来啊。姐姐，傅老爷的生日宴要到了，这是请柬。本来是电子版的，但我想想，还是用纸质版的有纪念意义。姐姐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纪念意义也是，你第一次参加，确实比较有纪念意义。
请柬就算了，我不一定有时间。姐姐，你可一定要来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别人还以为咱们关系不好呢。行，我会去的。姐姐，我为高高在上的你准备了好大一份礼物，要是你不出场，这个礼物不就没意思了吗？那就不打扰姐姐了。姐，我下次还来找你玩。下次再有这种找钟明珠要钱的事情，你自己来。没有我父亲的消息吗？钟董最近没有异常，我已经派私家侦探继续跟踪了。做得不错。这些照片是媒体近2个月拍到的。钟盛少爷频繁出入海城赌场，还没有旁人知道。钟盛真是我的好弟弟，总能给我带来惊喜。怕是找徐女士要的那3000万都拿来填这个窟窿了吧？媒体也在问您的意见，该怎么处理？把消息买下来，既然他想瞒着，我们就帮他一把。这会不会太纵容了？他活得越纨绔，就越打钟文华的脸，用一点小钱换来我的实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进。忙完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回家？半个月都没见了，不打算跟我说点什么？我确实有事要说。之前你让我设计的婚戒，我已经设计好了，现在还没有你的指围。只有这个？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你为了一个男人误会我，还打了我一巴掌，我这可是委屈的很。对不起，我应该调查清楚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我后面自己也去查了一下，确实和中港集团有关，也算是我监管不力。扯平了？扯平了？我还没有你的指围呢。你不是设计婚戒吗？要我的指围干什么？既然是婚戒，那是对戒，我一个人戴多没意思。我不知道我的指围，现在量。我这里没有软尺。你等等。婚纱照什么时候拍？我跟伯母说过了，还没选好地址。怎么了？我后悔了。你如果后悔没退婚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反悔。我是说我后悔和你这么快扯清关系。你怎么这么善变？你刚刚还是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，现在要……这是利息。这是上次你说想吃的，口味我还记得。离到家还有一会儿，先垫垫肚子。原来你还记得。
对我来说，这不算什么难事儿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什么时候能做好？哦，戒指应该还有几天吧。走吧，别让我母亲久等了。上次来京北时间太短，都没来得及登门拜访，伯母见谅。小事。这次来京北，准备待几天？哦，来，2天。你们的婚期也快了，可以抓紧把证领了。这婚事只有落在纸上，一切才能稳妥。不着急，婚礼就在眼前，迟早都是要领证的。早落定，早安心，这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啊！伯母，这领证毕竟也不是小事，明珠是肯定希望有一个好意头，挑一个好日子的，不能这么随便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2个年轻人商量着来就行。我吃饱了。你说的好日子是什么时候？你愿意的时候，不管哪一天，都是好日子。你明天有空吗？陪我去办件事。去做什么？领证。领证。我以为你不会愿意。没有，我只是不想让我母亲一直这样替我安排我做事。不过她说的也对，早落定，早安心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进去不过10分钟，我们已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了。你会慢慢习惯新身份的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先去忙吧。一切小心。既然我们已经领证了，那些捆绑的合作都从今天开始生效。那份婚前协议，我会提上日程的。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，给你一个最风光的婚礼。不是说今天早上就能回来吗？这都下午了，去哪儿了？京北。京北？港口那边的项目应该挺稳定的，出什么事了需要你亲自去啊？这事儿啊，没我还真不行。什么事儿还能没你？这什么？不认识啊？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？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反正也是迟早的事。哎，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你要再等几天呢。是有点，但也是好事。之前说远盛和中港的项目有点推不动，董事会那边怎么说？我只是没想到孟静白居然这么痛快的答应了。明明之前……那你们尽夫妻义务没有？尽夫妻义务没有？还没到午夜场呢。我只是担心你真的不在乎裴明之了。我可能真的很坏，现在已经很少会想起他了。坏怎么了？坏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不说这个了，富家老爷子生日宴你要去吗？不过啊，你那个妹妹估计不想让你去。不见得。那天他亲自来送了邀请函。
没安好心啊！我倒开始好奇了，他安的什么心？抱歉，工作结束太晚了，来迟了。要是年轻人都能像你一样有冲劲，那整个京北都会变得不错。老板，是这样。姐姐，你来啦！你们看起来关系很好。姐姐能来，我当然开心。看他开心成这样，我还真拿不准这份惊喜的分量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今天我在这里正式宣布，傅思航以后就是我们傅家的正位继承人。我的身体也不太行了，所以决定等傅思航婚后，把傅氏正式交到他的手上。傅老这是决定要退位？奇怪，他这么多年把控着傅氏，怎么今天突然就要退休了？趁着这个喜讯，我也宣布一下。钟文华，他想宣布什么？人寿5%的股份及部分基金，我已经交由信托作为新婚礼物，在星星结婚当天，将会自动转入星星的个人名下。这岂不是私生女拿到的集团股份，还能入驻董事会？这不是说明周明珠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进入远胜的核心了吗？看周明珠，妹妹，恭喜！爸爸果然疼你。8年前，母亲以鱼死网破威胁，才让钟文华松口，以10%的股份作为嫁妆。如今为了留住和傅家的这场婚约，竟然不惜下重本到这种程度。他倒是大方。姐姐，我给你的惊喜喜欢吗？你看，爸爸更喜欢的是我。等我和思航结婚，钟家的一切都是我和小胜的。姐姐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，毕竟没有人可以一直陪你。不过啊，你放心，等未来我和小胜接手以后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姐姐不是说想要就来拿吗？不会舍不得了吧？你觉得你和傅思航可以结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呢？守好你的男人，别让他跟别人跑了，到时候小三的女儿斗不过小三，我怕你那个当三的妈脸上挂不住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这什么意思？蠢货！周明珠，你站住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你想见我？怎么？看起来某个人惹你不高兴了呀？你是来帮我出气的？当然了，我可以帮你解决那些不识好歹的人。可以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们要是敢伤害我，爸爸肯定会生气的。没关系啊，我最擅长的就是帮人消气了。我现在可是傅家未来的儿媳，你们要是对我做什么，傅家也不会放过你们。是吗？拭目以待。那我也考虑考虑。没意思，我们走。还回去吗？不回了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告诉爸爸，让爸爸来收拾你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收拾了你，还没收拾他。走，我们回去。好。
今天晚上我说什么是什么，不要乱说话。好。爸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听明珠说，你最近不在京北啊？四行，来打个招呼吧。孟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也听说，孟总这段时间在国外，怎么突然回来京北了？我在这里，他就过来了。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。对。哦，已经领证了？是的。文华，你好有福啊！现在2个女儿都有了好的归宿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恭喜啊！看得出来，钟总这么大手笔，2个女儿都给了股份，是很满意这2个亲家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你刚来还不知道吧？康康爸爸分了5%的股份给嘉兴，说是作为他的订婚礼物，还没来得及给我呢。哎呀，2个都是女儿，这怎么能厚此薄彼呢？爸爸给你的当然也是一样的。爸倒是提醒我了，我也还没来得及给猪猪准备新婚礼物呢。股份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样吧，我把中港集团5%的股份送给你。中港5%的股份，那可是远胜比都比不了的。那可不，光海外10几家公司的分红，每年都不止10几万上千万呢。我们是夫妻，这些东西给谁都一样。猪猪，虽然我可以保证我以后不会再找别人，但要是再出现什么二夫人，你就可以拿着你手上的股份，把这个什么二夫人，还有他的二少爷、二小姐，通通给他们赶出去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有这个心就好，我相信你。爸，父老，那我先去趟法务部拟合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这女婿实力不一般呐。是不一般呐。谢谢你。我已经和法务部说了，明天会把合同寄过来，交给你确认。你认真的？我都说了，新婚礼物。你疯了？5%的股份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？我想这里应该没有人会比我更加清楚了吧。你真舍得把股份送人？领证后，夫妻财产是共同的，但股份可不一样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应该让法务部标明是自愿赠与才对。猪猪儿，我们是夫妻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将会共度一生。没有什么舍不得的，如果你想要别的，我也能给你。1万？你指的是离婚？孟家从不出薄情寡义之人，只要缔结了婚姻关系，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哪怕是联姻。所以，在我的词典里面，从来都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一天你反悔了，你要找人弄死我？法治社会，我还没落到要违法乱纪的程度。走吧，坐我的车回去。我先去换个衣服。明珠，
怎么样？伤到哪了？啊？手，别让他们知道。好，送你去医院。不用去。没得商量。医生说了，有点轻微骨裂，其余的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还有就是空腹加上紧张引起的低血糖和胃痉挛，得好好休养几天。年纪轻轻的，一身基础病，又不是什么大病。既然不想住在医院，那今天就在家好好休息，别再操心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嗯。我暂时先不回去。你不回湘江了？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林女士知道我回湘江啊，肯定要连夜打包把我送回来。你现在胃不好，吃点养胃的，食补调理。你做的？不是。不过你如果会因为是我做的而感动的话，那我会说是。当然不会，只要钱到位，想给我做饭的人都能绕地球一圈。接吧。母亲，昨晚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去医院，手机关机了。那也应该保持联络才对。昨晚的事情，你想好应对之策了吗？是。明珠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我还以为是来关心我的。很棘手，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。解决什么？你那个看起来智力不太健康的妹妹。不用了，周文华既然是想把股份作为他们俩的新婚礼物，我只要让这桩婚事成为一纸空谈就好了。那到时候他们就会收到一张空头支票。那位傅大少爷表面上光风霁月，但就算有了未婚妻，也是情人不断。我那个蠢妹妹看起来还不知道这些事情，用来当做开场正好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告诉我。什么都可以？只要你需要，当然。我要你帮我换衣服。开玩笑的。我没开玩笑。你手现在不方便了，正好我帮你。我还不习惯啊。猪猪啊，我们是夫妻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慢慢习惯我，不管在哪一方面。傅思航陆陆续续有长期关系的情人，我已经都发给你了，时间从4个月到1年不等，照片我已经买下来了。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当然是把这些照片打包发给媒体和营销号。不知道我那个没脑子、自尊心又强的妹妹打算如何应对。傅思航，你怎么能守好你的男人，别让他跟别人跑了。到时候小三的女儿斗不过小三，我怕你那个当三的妈脸上挂不住。你怎么敢的？3个孩子，就你最让人放心。这一家人呢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是姐姐，要照顾好弟弟和妹妹。
当然了，爸爸，这么多年，我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还是我的掌上明珠最贴心。需要我出力的时候，我当然会是你贴心的掌上明珠。前2天我让你给你母亲带的礼物带到了吗？爸，那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，而且您不是说您要自己给吗？哦，哎呀，我都给忘记了，最近呢实在是太忙了。妹妹和她未婚夫的事情需要我帮忙吗？那都是谣言。那傅家为了安抚你妹妹，还给出一块很不错的地皮呢。明天我们还要去参加傅家的庆功宴呢。那就好。你呀，在家里好好的养病，好好休息。我明天还要去拆线，就不陪爸爸了。毕竟真正的惊喜现在还在医院准备着呢。来，安排好了吗？孩子已经从医院接出来了，记者也都快到了，绝对不会拍到你。开始吧。是。傅少，你不能对我们的孩子下此毒手啊！他是谁？你的孩子？嘉兴，你听我解释。滚！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钟老爷，傅老爷，我求求你们，给我和我的孩子一条生路吧！傅老，这件事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吧？钟小姐，我保证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，只要给我和孩子点生存空间就够了。我不是来拆散这个家庭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这次的招数还是你妈妈在8年前亲自教会我。不过，你和徐曼注定成不了第2个两人。车子已经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哎，你看，这下处理不好，怕是钟家都要殃及了。傅思航这下不死要涂层皮了。哎，你觉不觉得这女的和你老婆周明珠有点像啊？之前是有传闻说傅思航对周明珠有意思。怪不得上次傅思航看他是那样的眼神。你干嘛突然这样笑啊？你每次这样笑都有人要倒霉。那个人应该不是我吧？好，明白了。爸爸，傅家那边怎么？我明明才是受害者，为什么要打我？明珠，跟爸爸来一趟书房。明珠啊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爸爸应该已经有决断了吧？婚前就出了这样的事，这婚事自然不能再进行，否则我钟家成什么了？你妹妹她偏偏就是个蠢货，自己在外面偷吃，嘴还擦不干净，这证据全被傅家那小子攥在手里了。妹妹？怎么会？为什么不会？那傅思航把照片都传过来了。在不忠的事情上，你们父女真是一脉相承。爸爸，你先别生气。傅家那边怎么说？他的意思是要把之前给咱们的地全都收回去，但要平息这件事，还要怎么把云港的项目给他们。傅思航居然狮子大开口到这种地步，谁不知道云港的项目是块大蛋糕，有多少人盯着？我估计啊，傅思航这家伙是继承权出了问题，急着拿东西回去交差。明珠啊，你怎么看？
这也不算什么大事，可以让妹妹先写一个道歉声明，再去国外避避风头，过段时间就好。可你妹妹以后……爸爸，要是婚事继续下去，钟家和傅家只会一损俱损，一个云岗的项目而已，跟妹妹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傅思航要是拿到了项目，也不会再发难，妹妹也会感谢你。爸爸，静白还在外面等我，我先走了。我平生最讨厌的事，就是被人威胁。爸爸，是不是有办法了？我一定要让傅思涵好看。下个月你就去国外生活，不用回来了。啊！妈，怎么办？我要是出国了，钟家的一切都轮不到我了。我不想出国，这肯定是钟明珠的主意。我们去求求他，去求求钟明珠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这些年他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我们去求求他。好。那个女人，你之前见过？谁？哦，你说傅思涵儿子的母亲，我之前见过一面，但还是你查的比较清楚。她对你还算得上是深情。你有点侮辱这个词了吧？据我了解，这几年她找的每一个情人，都和你很像。她之前跟我提过联谊。哼，她也配？她找我说，要我识相一点，要分得清楚钻石和石头。然后呢？我当然分得清了，直接让她滚。姐姐，帮帮我吧！大小姐，你就帮帮她吧，她可千万不能出国，她是你妹妹，你能不能帮帮她？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那几天太伤心了，所以才去酒吧找了点乐子。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上回看你，好像不是这副态度。姐夫，那天是我不懂事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话，不乱来。姐姐，你不要让爸爸送我走好不好？爸爸的安排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。你与其在这里求我，不如去找爸爸。姐夫，你们孟家实力雄厚，只要你愿意开口，就连傅家也不敢说什么，爸爸也不会。可惜了，我是个妻管严，在家都听老婆的。我一会儿还有会要开，请你们出去吧。今天钟王华把钟嘉欣名下的所有公司财产都转到了我的名下。只有这些？不止，钟王华还把钟嘉欣从族谱中除名，丢到国外自生自灭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之前他肯定是想过段时间就把他接回来。你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没有谁会因为天降横财心情不好。开瓶红酒，谢谢。好的，先生。谢谢。客气了。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。这么突然？为什么要突然送我这个？给你的领证30天礼物。没想到你马上奔3了，还有这种过纪念日的小年轻心态啊！
我看起来这么老吗？猪猪，有句话自从认识你，还一直没有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爱你。我以为我们只是商业联姻。那看来是我爱的不够明显。婚戒还没给我，还没做好。那你这个是？我到时候让婚庆公司给你，也是一样的。给我吧。你这么着急，是干什么？向大家宣誓，你的主权。你什么时候回香江？明天中午。今晚我还没有说完。一开始我确实觉得我们是商业联姻，我也没有排斥过跟你结婚。不止，你还为你的前男友打了我。那是，我只是不想再亏欠他了，更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牵扯。我们扯平了。我母亲是一个厉害的人，她从小就教我，为了利益，我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。但是现在，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我没办法放弃你。你跟我在一起，就可以拥有永远的利益，利滚利，再利滚利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也爱你。明天我就要回香江了，走之前履行一下夫妻义务。啊！早知道你带嫂子过来，我就订个包场了呀。大家基本上都认识，随便点就行。几个朋友随便玩玩就行。啊，我还是自己一个人打吧。你老公一上场，我连出杆的机会都没了。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。还行吧，你呢？一点点。那让静白带你热身啊。你的一点点是什么程度10进1，怎么样？那确实很一般。有时候说话需要一点艺术，如果你不懂的话，给你报个班。为人师表，我比较喜欢实话实说。他们不是商业联姻吗？怎么感觉感情这么好？钟小姐看没看对眼，我不知道。不过孟总这千年老狐狸，快显形了。那我们要不要打个赌？好啊，怎么赌啊？钟小姐怎么不玩了？累了。我和孟总早些年就认识，之前听人说起你，现在见面了，才发现传闻不可尽信。听起来我在这的传闻不少。是不少，也不是很好听。不过见到你本人，我突然也明白，静白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人里面选择了你。为什么不是我在这么多人里面选择了他？呢？
帅哥，你球打得真好，教教我呗。不方便。教学而已，我会付费，不让你白教。我已婚，不方便。教一下嘛。那就让我听听，学费多少？你是？他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法妻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婆会介意的。看不出来，你还喜欢这种争风吃醋的戏码？本来是不喜欢，但是刚刚体验了一下，感觉还不错。行了行了，没人考虑我这个未婚人士的感受吗？介意多一个人吗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走吧。钟小姐找了个好男人，这下真高枕无忧了。这可说不准，你不知道，他爹更喜欢那个私生子，打算把继承权都给他呢。唉，这女人再厉害也是泼出去的水。那钟家家大业大的，不愿意把公司交给人，也正常。女人嘛，去联姻为家族得到一点微薄的利益，然后在老公家相夫教子，人生就完美了。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？哪有女人继承家产的道理？走，回去，接着玩。走。钟小姐，您别介意，我们就是闲聊一下。不过你们说的好像也没错，只是下次再在别人背后说闲话的时候，建议还是找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尤其是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。钟小姐，我们就是随便说说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介意啊。随便说说，钟家的事，你好像比我这个当女儿的更清楚。钟小姐，是我们嘴贱，您别介意。是我们嘴贱，您放过我们吧。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好。猪猪，我们不是说好要相互报备的吗？我没有什么行程瞒着你啊。钟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都不跟我讲？你说的是钟文华带他私生子钟盛招摇过市的事情？放心，我可以解决。我们是夫妻，遇到事情应该一起面对的。自从钟嘉兴和傅思航订婚，钟文华就带着钟盛到处去面见股东。起初他还会装一装，现在直接摊牌了。前段时间邻里查出了钟盛频繁出入赌场，我把消息买了下来。不过就在今早，我已经让媒体单独发给钟文华了。也难怪你明天一早要回京北。不过今晚就得回。钟文华被气晕了。我跟你一起。你不是在湘江还有事吗？反正陆少他闲着没事做，交给他好了。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爸爸，医生怎么说？怎么会突然晕倒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时气急攻心，没缓过来。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。不用，梁医生照顾我身体这么多年，我信得过他的医术。小盛的事你都知道了是吧？我来的路上听到了一些。我发现的时候，他居然已经卖掉了1多半的房产。他们呢，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3个孩子里啊，偏偏就你最成器，也偏偏是你最不喜欢的孩子。幸好发现的早，钟盛还没酿成大祸。爸爸，你也别气坏了身子。小盛啊，就是太年轻了，心思太浮。我打算
让他去历练历练。那爸爸打算把他放在哪里？我打算把他带身边居着，以防他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也认同爸爸这个想法。我认为可以把圣元生物交给钟圣，既然是历练，就要给他一个平台。爸爸，你觉得呢？这可是元圣近几年来最有前景的板块，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。爸爸，你先吃药，好好休息，我先不打扰了。好。就算是这样，他还是不愿意放弃钟圣。时过境迁，我总会因为年幼的时光而忘记，他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亲了。我可以帮你处理掉钟圣，让他成为你一个人的父亲。我外套忘记拿了，我帮你去拿。师兄，师兄，你都在他家楼下了，怎么还不去找他？他应该不想看到我。啊，走吧。明之阁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昨天。别走。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半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你最近还好吗？之前的事没有影响到你吧？没什么大事，虚惊一场罢了。你还好吗？我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距离半年前，你比之前更加成熟、利落了。人总是会变的。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。明珠，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。如果不是钟家在我父母双亡后收留我、资助我，给了我新的人生，我不会过得现在这么好的。明珠，你不用对我感到愧疚，更不用感谢我，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不客气。老婆，天凉了，我们回家。师兄，你快去拦住他呀！师兄，你快去拦住他们呀！他们已经结婚了，那又怎样？论先来后到，你才是名正言顺的那一个。你明明那么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去争取啊？我就不懂了。你分明就是放不下，为什么不去争取？因为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这怎么就会是最好的结局？我知道你很努力，也相信你会出人头地，但你真的舍得让明珠放弃钟家的一切，跟着你去吃苦吗？我女儿是千娇万贵长大，吃喝住行无一不是最好的，小富安康怎么够？你就不怕将来有一天她会后悔吗？你终其一生能到达的最高点，不过是我们明珠一出生就拥有的。他过得好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是了，所以钟小姐让我去拿外套，不过是想支开我，然后去找另外一个男人。我们只是偶然遇见的。珠珠，我早在1年之前就见过你一次。
那天，你跟你的小男友在一起。哎，那个是钟明珠，自从她接手了家里的产业之后，就被人称作不好惹的母老虎。没想到，她还有这么娇俏的一面。你说什么呢？看见那男的没？那是她刚交的男朋友，据说还是钟大小姐主动追求的。不过呀，是个管家的儿子，真是糊涂。确实是不聪明。你不会喜欢上人家了吧？我的尊严还不至于让我喜欢上一个心有所属的女人。后来林女士问我林一的事情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从利益上来讲，钟孟两家联姻是极好，可你知道，利益之下掩盖是我的窃喜，因为我早就已经爱上了你。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你的人，你的心我都想得到，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会像一个无能又窝囊的男人去嫉妒另外一个男人。楚楚，他哪有我好？忘了他，我才应该在一起。你会我这样还怎么去远胜啊？那不去行不行啊？那个钟胜和你那个蠢妹妹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他比钟嘉欣稍微强一点，你还记得那个视频吗？你第一次去我家那一晚，是他。当时 IP 地址还可以抹去，查起来有些难度，但也不是完全查不到。这么说的话，他确实比你那个蠢妹妹要强一点，不过也就强一点。姐，我还没来得及祝贺你新婚呢。有心了。我听爸爸说你接手了盛元，公司的事情比较复杂，你没有接手过。爸爸现在愿意教你，你好好学。别提了，我就不是管理公司的料。爸爸愿意教给你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姐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盛元的事情我没有接手过，也不是很了解。但是钟盛，你要记住，医疗企业最忌讳的就是在医疗器械上动手脚，你要小心，小心有一些人为了蝇头小利，送过来的器械真假参半。谢谢姐姐，我明白了。明总，这是 ZM 这个季度的财报。您是真的要帮他？有些事不用抓得太紧，不然钟盛就没有施展的空间了。你和静白的感情很不错，还行。但是你要把握好感情的度。你可以让他爱上你，但你不能对他动真感情。钟盛接手盛元多久？半个多月吧。今晚你跟我去趟医院。去医院干什么？钟文华进了 ICU， 脑癌中期，治疗的再好，也只不过活1年。什么？为什么？钟盛与云生的人勾结，替换了大批医疗器械，被捅了出来。幸好没有投入使用，你爸爸这次又被吸晕了。明珠，这件事情是你做的。我只是
合格的递交了证据而已。恭喜你。吃苹果吗？记得你之前削苹果，削完就没剩下果肉了。那已经是我16岁之前的事情了。我现在削得很好。从哪一步开始有你的手笔？云生的事与我无关，钟盛自己是赌徒罢了，本性难移。为什么不再等等？等到机器正式投入使用，那事态才会更严重。对你来说，那不是更好吗？爸爸，我不是你，我还没有丧心病狂到要用人命给自己铺路的地步。那你也不能拿小盛怎么样？他损害了公司重大的利益，付出代价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人言可畏，你是女人，做事不留余地的话，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。明珠啊，你要知道，只要我活一天，这远胜他就还是我的。为什么？你之前明明说过，远胜未来都是我的。因为你是女人，我也一直觉得很可惜。是吗？可是爸爸，你说的那一天也马上要到。你说的那一天也马上要到了。他们不会服你的。那就换，换到我满意为止。听说你不打算做手术了？哼，我怕你买通医生弄死我。哎呀，叶兰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这么说话了。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钟董这是大势已去，要回忆往昔了吗？你也不必这种态度。这远胜迟早都是明珠的，我也只是想让他历练历练。哼，这些话骗骗钟盛还行，你是真可惜明珠不是男孩子呢。你分明是可惜他是我生下来的。你靠着我们叶家扶摇直上，哪怕叶家没落，远胜蒸蒸日上，你都甩不掉这个包袱。叶兰啊，可惜呀，你就算死，也要死在我的阴影之下。给你带了糕点，要不要吃一些？一会儿吃吧。你一直待在京北，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吗？不影响，反正在这边去中港上班也是一样。从这边去中港上班？我申请了航线，每天在这边往来。所以你每天要从这里去湘江，再从湘江回来？你每天超过5个小时的通勤，不累吗？不累，我想陪你。准确来说呢，我想每天都见到你，见不到你我就会想你，那样会耽误我工作，所以，我只是基于我的需求，做出了一个最有利的决定。一会儿啊，见到你姐姐说话好听一点，求求她，你是她弟弟，盛元的烂摊子她都帮你摆平了，不会不帮你的。求他，钟嘉兴的事儿也求了，结果呢？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这一切都是周明珠做的局，我所有资产都被他动摇，他分明就是觊觎我的财产。我还不如去求爸爸。你爸爸那个老东西自身都难保，还会帮你？你要想东山再起，就听我的。
爸爸他真不管我了。我去找过他几次，都被他拒之门外了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叶兰，或者是钟明珠干的？以我对你爸爸的了解，他已经放弃我们了。不可能啊！听我的，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讨好你姐姐。他想拿下远盛集团，就不会把事情做绝。只有稳住你姐姐，以后才会有希望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还不回去呢？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来这儿我还能去哪？这是陈叔陈老要给你的，他看你太忙了，我替他转交给你。他找到他满意的宝石了。不愧是陈老的手艺，真是不一般。看起来应该是这样。这次珠宝展还打算亲力亲为？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远盛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就交给唐向威来做了。懂得用人也是老板的一种智慧。这一季的财务报表一定很好看。有我好看吗？行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姐，我现在也威胁不到你了，你现在什么都有，求你给我和妈妈一条生路吧！求你给我和妈妈一条生路吧！你们这母子三人做的事都如出一辙。姐，你给我点钱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威胁到你了。我以后给你当狗都行。你给我点钱，我真的不能再拖了。我为什么要给你？现在爸爸把一切都交给你了，你又收回了我所有的资产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求你给我一条生路吧。弟弟，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。钟家给你的信托足够你这一生吃喝不愁，收回你的资产那是爸爸的决定，那是对你吃里扒外的惩罚。我是钟家的一份子，我也有钟家的继承权，那点钱怎么够啊？你故意克扣。是你的，我当然会给你。可是你又能分得到多少？只要我在钟家一天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你和你母亲就绝对别想拿到这笔钱。至于信托，赏给你。钟明珠，陪我当狗，你还不配！贱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！钟家就不该有你的存在。正是因为你，钟家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才是钟家继承人。钟明珠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钟明珠，去死吧！杀人了！快跑！快跑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本来想听爸爸的话放过你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去牢里好好悔过吧。走吧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钟明珠，吃吧。喂我。我手受伤了，不方便。看谁来了！你们先聊。
我可是看到消息第一个就来看你的，你还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我说你怎么想的？就算是要英雄救美，你这也太下血本了吧？她是我老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被捅吗？少来吧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以你的身手，怎么可能受伤？你呀，就是看着人模狗样，要是真动起手来，一条刺根本不在话下。我看呢，你明明就是故意的。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你没事就好啊，我先去公司看看，下次再来看你啊。所以你明明可以躲开，你就是故意受伤的。苦肉计，孟总对自己可真狠啊！我受伤了，你就会更加心疼我，不是吗？那孟总的算盘可能打错了。我非但不会心疼你，你死了之后，我还会继承你所有的家产，再去找10个8个男人去享受。我死不掉的，放心吧，我们还要白头到老的。哼，既然死不了，那你一个人躺着吧。生气了？这件事情，我比你要生气100倍。你生什么气啊？又不是我推你上去的。我知道，你是故意激怒钟胜的，你想以身入局，把他解决了，又不落众人口舌。但是你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吗？我想过后果。万一呢？我接受不了这个万一，我更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受伤的人是你。你想做，我就帮你。猪猪，我永远爱你。给你的新婚礼物。这里面是什么？你想好了？这协议里可是写了，你要是出轨，你名下所有的财产都会转移到我的名下。当然。为什么突然你这个协议？不是突然，是早就已经想好了。我已经签好名了，你签了就可以了。你不用做到这种程度，我们以后的时间还很长。你是觉得我会后悔？此时此刻，我相信你。既然相信我的话，就更应该把名给签了。猪猪，我确信我今生只会爱你一个人。这个协议对我而言不过是一张废纸，不过它是我给你的承诺。协议也签好了，接下来该做点该干的事情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